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大家周末快乐。最近收到来自美国 California 的天才发来的情报，说他在山中徒步，突然发现山里有奇怪的东西我一看照片，震惊了，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秘密。请大家猛砸订阅和点赞按钮好听的故事开始了。美国加州猛犸山，平均海拔2800米，山里弥漫着一种清爽的松树香味。在这里徒步，因为有点缺氧，所以你的脚步会有些许沉重。当你沿着小路缓缓穿过山中的一处隐秘森林，抬头一看，在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山丘。但是这座山丘看起来有些奇怪，它的山顶上并不是尖尖的山峰，而是平的。接着当你慢慢走到山脚下的时候，一抬头，这座山怎么全都是石头柱子？每个柱子的直径大约有1米，长17、8米，有的笔直，有的弯曲。奇怪的是，它们都是一只只巨大的6边形石柱，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好像是用一种超越人类的认知几何法创造出来的。这些石柱的颜色也是特别奇怪，有的散发出深邃的蓝色，有的闪耀着神秘的绿光。难道这些柱子里面藏有什么远古秘密？这里就是美国加州猛犸山的魔鬼柱堆国家纪念碑。在美国1966年的加州历史名胜中写道，这里的惊奇景观，每个牧羊人都能认出这是撒旦陛下的杰作。所以这里的石柱就起名为魔鬼柱。这种6边形的石柱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全世界都有。比如爱尔兰的 Giant's Causeway 巨人之路，苏格兰的芬格尔洞穴，印度的吉尔伯特山，台湾也有澎湖的统盘屿。它们都是这种有规律的6边形巨型石柱。在古代，人们都认为这些石柱是魔鬼或者巨人造的。比如爱尔兰的巨人之路，当时传说爱尔兰有一个巨人叫做菲欧娜，他打遍天下无敌手，觉得自己就是天下最强巨人。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听说在海对面的远方苏格兰有一个更厉害的巨人，叫做本奥。于是他非要过去和别人进行挑战。但是怎么跨过海峡就成为了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于是他灵机一动就干脆造一条路吧。于是他就自己雕刻了许多超长的巨石，然后就铺了一条路。等他铺好路，走到苏格兰一看，这个巨人本奥怎么比他大10几倍，一山更有一山高赶紧撤。于是菲欧娜吓得赶紧咔咔的把他自己刚铺好的路全部给砸了，赶紧跑回去了。还有在苏格兰 Fingal's Cave，Fingal 在古爱尔兰语的意思就是刚才的巨人菲欧娜。这个洞就是当年菲欧娜远征巨人本奥留下来的中转站。Fingal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陌生的白人。我们在玛雅人的秘密中就讲过，当时西班牙征服者第一次进入中南美洲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许多巨人。根据当时的探险记录，那里的巨人都是4到5米的白皮肤巨人，长着红色的头发。所以Fingal 陌生的白人可能是从远古留下来的巨人特征。那这些石柱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某种神秘力量创造的？现在有科学派和神秘派2种解释。科学派认为这种石柱叫做岩柱节，主要成分是玄武岩，是10万年前甚至是5000万年前地球火山爆发喷发出的大量岩浆，它们像融化的奶酪一样流向地面。当滚烫的岩浆在地面上冷却的时候，熔岩表面就会出现一些小裂缝，而这些小裂缝由于某个神秘的物理学或者化学的定理，咔嚓一下这个岩浆就变成了这种6边形的玄武岩大柱子。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科学家就这么说。不过这种理论就像进化论一样，很难在实验里实现。科学家很难造一个火山，看喷出来的岩浆到底是怎样形成这种大柱子的。科学派的理论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地方。第一，形状。火山的形状都是这种尖尖的锥形，和富士山一样，周围有一个缓缓的山坡。
如果火山爆发，岩浆就顺着这个山坡流下来，但是石柱山的形状都非常突兀，山的周围一般都是平原或者是大海，就它一个孤零零的立在那里，非常奇怪。石柱的山坡也不是普通的火山那种缓缓的山坡，它们是标准的90度悬崖峭壁，所以它们可能不是火山。第二，山顶。火山的山顶上面都有一个火山口，火山口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凹陷，里面有的有湖泊，有的火山还在冒烟。但是石柱山的顶部都是平的，没有火山口。如果在这些山顶上画一条线，就会发现这条线顺着石柱的顶部形成一条笔直的直线。如果说这些石柱是岩浆冷却形成的，那它们就不可能形成一条笔直的直线，因为冷却的温度一定是不均匀的，所以它们的山顶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回到加州的魔鬼柱，大家看一下这顶部为什么平整的好像大理石地板一样，而且更加诡异的是，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方向一致的划痕？这种划痕就好像有人用一把巨大的锯子整整齐齐的把它们都给锯掉了。如果这些石柱不是火山岩浆冷却形成的，那它们究竟是什么？这里面有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这些难道是细胞？对，这些照片就是植物的细胞，而这些巨大的石柱有可能就是远古巨树的细胞化石。有人说尼克拉斯杨又在瞎说了。后面我会给大家看惊掉下巴的证据我们一会儿再讲。地球人类几乎所有的神话传说苏美尔神话、北欧、中国、日本北美印第安人、玛雅之类的，甚至圣经都记载了地球在创世纪的刚开始，大地就突然了出现了一种树，叫做世界之树，或者叫做生命之树。这些树冠宏伟高大，表面光滑，直插云霄。由于这些树太大了，仿佛一棵树就可以承载整个天空的重量。中国晋朝的《山海经图赞》中就描写，在海外有一种巨树叫做寻木，渺渺寻木生于河边，耸之千里，上干云天，垂阴四极，下盖于渊。就是说寻木高耸入云，枝条可以延展到几千里。在犹太教中描写，生命之树是在伊甸园花园中间的一棵巨大的树，我们站在远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它散发出来的美妙香味特别香。上面长出生命的果子，它并不是苹果的样子，而是长得特别像葡萄一个一个的，吃了之后就可以获得永生。在北欧神话中有一棵世界之树，古挪威语叫做 Yggdrasil， 它是宇宙中心的一棵圣树。在这棵树出现之后，它的周围就慢慢出现了9个世界，然后这9个世界就开始了跨越千万年的爱恨情仇。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单独讲一讲。还有个事情非常巧合，地球上有一种树木化石叫做硅化木，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硅。这6边形巨石柱的主要成分是玄武岩，玄武岩的主要成分也是二氧化硅。难道它们真的是远古巨树？在 Facebook 上有一个社区叫做远古巨树真相，里面有5万多人，他们在全世界收集各种远古巨树的证据。大家看一下，这些山真的非常奇怪，都像一个一个被砍掉的木桩，有的山顶呈现出树木的年轮，有很多城镇就建在这个树桩上，还有一段树木就直接倒在了这个山顶上。还有最著名的美国怀俄明州的魔鬼塔，高1558米，顶端直径有80多米。按照这么计算，如果这真的是一棵树，那它可能能高达3000米以上。如果这些被砍掉的山头都是树桩，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谁种的这些树，又是谁砍掉了它们？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些生命之树可能都是真的。大家可能听说过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是距今4.5亿年前，地球上咔的一下就突然出现了超多的生物。
动物植物都有，毫不夸张，就是这么咔一下出现的。达尔文在《物种的起源》里就写道，寒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件事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或许有些人刚好就可以用这个案例来驳斥我提出的进化论的观点。另外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氧气也是突然出现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地球在23亿年前出现过氧气，但是从23亿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地球上就咔嚓一下出现了大量氧气，一下子就把大气层填满了这个闻一下全都是可以呼吸的氧气。这件事情被考古学家称作 GOE Great Oxygenation Event 大氧化事件。这个不是瞎说的，大家可以谷歌一下。地质考古学家在距今23亿年前的地质层中发现，这一段时间的地质层，大家看有很多红色的岩石层出现。这些红色的岩石就是氧气和岩石中的铁元素结合形成的氧化铁。氧化铁的颜色就是红色，和我们血液里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些红色的条纹就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挖，就会发现下面更久远的石头层里就没有这种红色。这就说明氧气在23亿年前是突然出现的，让石头里的铁突然就变成了氧化铁。为什么氧气会突然大量出现？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远古地球上突然出现了可以产生大量氧气的氧气制造机。这听起来好像一群高智慧的神秘力量故意来到地球改造地球大气。这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地球上种下无数棵巨树，让它们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氧气。我们地球就是这么奇怪，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水、氧气、生物、人类等等，都是这么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没有任何防备，只有开心纯粹。这就和上集所讲的人类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也是突然出现的，这中间就出现了太多巧合，这就让人感觉我们这个地球好像真的是由一种神秘力量改造的。接下来我根据科学界公认的地球起源讲解一下其中的神秘事件。在银河系的刚开始，有着包含无数陨石和宇宙尘埃的星云在宇宙中刷刷的旋转，它们就这么转了几百万年，慢慢的引力把这些漂浮在宇宙中的尘埃都聚集到一起，不断旋转，最终它们在一起凝聚，形成了一个大火球，这就是地球，距今46亿年前。那时候的地球表面都是沸腾的岩浆，温度高达1200度，整个地球没有任何氧气和水，任何生物只要靠近就会立刻化为灰烬。地球就在这种熔岩地狱中过去了1亿年。在大约45亿年前的时候，地球的远方突然出现了一颗星球，叫做契亚。它以每秒15公里的速度向我们飞来，比子弹快20倍。轰的一下，整个银河系都在颤抖。这个和火星一样大的星球一下子就把地球的岩浆都给撞了出来，这些岩浆就漂浮在宇宙中，在天空中形成了一条红色的丝带。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慢慢的这条丝带就开始融合，最后就形成了月亮。远古时候的月亮离我们很近，如果那时候我们可以在晚上从地球上仰望星空，天空的一大半都是一个红色的月亮。最后契亚星就和地球开始融合，最后就变成了地球的核心。接下来又过去了6亿年，来到了39亿年前，地球上已经开始慢慢冷却下来，大部分熔岩都变成了石头。由于火山爆发喷出的甲烷等气体，让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地球的表面温度虽然冷却了不少，但是仍然高达138摄氏度，任何水都没有。那怎么办？水呢？这个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完美的方案流星雨。于是在39亿年前，太阳系里突然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流星雨，直接对着地球猛砸。每颗流星的核心都带着一点点冰，虽然冰很少，但是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科学家就估算这种带冰的流星雨就是喜欢地球，其他的星球他们都不 care。科学家估算就这么一直砸了2000万年，
他们带的水最终在地球上就形成了一个小池塘，慢慢的小池塘就汇集成了一个现在的大海。哎呀，这个星星带水的理论啊，就是这么玄幻。那时候的地球又继续降温，慢慢的降到了70到80度，但还是很烫。然后我们就来到了38亿年前。按照计划，这时候地球应该产生生命了。但是那时候地球啊，全是石头和水，没有任何 DNA 和蛋白质，这个不可能产生生命。但是不用担心，这时候地球上的科学家又想出了一个完美的理论啊，流星雨。于是啊，在38亿年前，太阳系里又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流星雨啊，刷刷的向地球猛砸。他们这次带的不是冰，而是包含有初级蛋白质的某种物质。这些陨石就刷刷掉到海里，就在地球的海中慢慢形成了 DNA， 然后就进化出了生命。这个不是我的幻想啊，现在的教科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于是我们就有一种感觉，这种科学理论和神创论或者是外星人创造论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太多巧合的话，就好像真的是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冥冥之中设计好的。接下来，科学理论就好像有点混乱了。生命和氧气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38亿年前还没有氧气，生命无法形成，科学家就假设必须出现一批可以产生氧气的生物，但是它们还不能呼吸氧气，因为那时候的地球没有氧气，只有甲烷和毒气。所以他们认为第一批出现的单细胞藻类生物是厌氧生物，它们可以吸收水和空气中的甲烷或者其他毒气，然后排出氧气。最终这些氧气聚集起来，就可以留给以后我们其他的生物可以呼吸。最后这些单细胞生物放出太多的氧气，造成氧气大爆发，然后他们就被自己放出的这些氧气屁给毒死了。从此地球上就再也没有进化出可以呼吸甲烷或者是其他毒气的飞鸟走兽。这个理论转弯转得太大，一般人想不通。但不管怎么样，氧气就是这么出现的。所以地球上是先有生命还是先有氧气，这是一个重大的谜团。但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起源的故事稍微改一下，那一切都顺了。地球冷却之后，地球上也有水了。这时候地球的大气中全是毒气，无法呼吸。这时候有一群神秘力量来到了地球，他们在地球上播种了大量的生命之树，每棵树都长到3000米以上。这些生命之树在吸收了地球上的毒气之后，放出了大量氧气，在短时间内地球上就开始形成了含有氧气的大气层，为生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当氧气达到了一定浓度之后，这群神秘力量就用高科技技术把这些生命之树全都给砍掉了，而这些巨大的根部就形成了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石柱山。这个不是我瞎说的，地球上很多人都认为圣经解释了宇宙中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就拿出最权威的圣经来解密一下地球的起源。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神分开了光和黑暗之后，在第3天就把天下的水应聚在一处，使旱地出现。于是地球上就出现了海洋和陆地。然后在同一天，神说地上要生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在地上的果子内都含有种子。然后神在第5天才创造了海中的生物和鸟，在第6天创造了陆地生物，包括爬虫、野兽、牲畜和人类非常丝滑。更加神奇的是这些改造地球气候的远古巨树是如何被砍掉的这个圣经旧约里也写了，非常神奇。我们在之前的2期节目都讲过宇宙大帝巴比伦之王尼布哈尼撒尼布甲尼撒，这次他又要出场了。在圣经旧约的预言书但以理书中去写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最鼎盛的时期，突然发现神才是唯一的真理，于是他决心要归顺以色列的神。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自己的宫殿里睡觉，然后就慢慢的睡着了。这个时候突然开始做梦，梦见了自己眼前出现了一棵巨树，天上还飞下来很多天使，然后他就咔一下这个吓醒了，大叫快来人，把巴比伦一切的学者都给我叫过来，给我解梦。但是这些专家来了之后都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尼布甲尼撒就派人去找先知但以理，说先生，我知道你的头里有神圣的灵，快帮我解释梦吧。我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梦中出现异象，我看到地的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到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但以理一听就说这棵树就是你吧，然后就开始解梦，说你应该怎么做。从尼布甲尼撒的梦来看他可能是看到过去的景象，也有可能是看到未来的景象可能那个时候我们都挂了，是下一个创世纪的开始。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景象都非常奇怪，每一个细节都写到了通天巨树，天使飞下来把巨石给砍掉。但是树墩必须要好好的保存下来，不能埋在地底下变成煤，要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就是让它们像山一样被青草环绕，让雨水滴湿，让大家都能看到，就和现在的情景是一样的。这个太神了，是不是不服不行。最后呢，这些石柱是山也好，还是远古巨树也好，我们都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一起探索宇宙的秘密。好了，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如果大家发现了什么秘密，或者是远古奇迹，或者是被外星人绑架了请给我发邮件或者是加我的 Instagram， 我就会到我的优秀天才星际图书馆给大家查找一些答案。这个地球太有意思了。